经常关注头显设备的小伙伴应该都能很经常关注到，过去的这一年，头显设备好像开始变得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了。以前是恨不得让你完全沉浸在虚拟世界里，现在就变成了希望让虚拟能够成为现实的一部分。就比如去年的 Quest 3，今年的 Vision Pro， 以及今天的这个 Pico 4 Ultra。听听这名字 Ultra， 这一次的 Pico 4到底 Ultra 在哪里呢？我们等一下再说。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外观啊。这一次 Pico 4 Ultra 整体的设计其实跟之前2代差不多，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前面这里多了2个摄像头，后脑壳这里是电池，容量比上一代的大了不少。因为电池被放在了后面，所以佩戴的体验一如既往的不错，至少我连着戴了1-2个小时，不会有什么很不舒服的感觉。那不知道有 VR 的小伙伴平时都拿 VR 来干什么呢？是看视频，还是玩游戏？又或者是生产力？对我来说 ，Pico 最重要的功能就还是打游戏。其实这么多年下来 ，VR 游戏的生态已经算是比较丰富了，解谜、运动、射击、模拟、休闲，基本上各种类型的游戏都有。不过目前来说 ，VR 游戏主要还是分成这么几种，一种呢是需要你有一台电脑，通过串流来玩。其实现在 Pico 的串流玩游戏已经很简单了，只要在 Steam 上面下载好 Steam VR， 然后用官方自己的串联软件，通过有线或者是无线的方式就可以串联上头显。我自己的话呢，比较常用的是有线，只要是能够一直充着电。如果只是玩一会儿的话，肯定还是用无线的体验更好。而且因为 Pico 4 Ultra 支持了 WiFi 7，所以速度什么的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在 Steam 上面就有专门的 VR 区，这里面所有的游戏都可以串流到头显上面玩。比如说这个 The Lab， 这可是 V 社制作的 VR 游戏。不过与其说它是一个游戏啊，不如说它是几个小游戏的合集。这个游戏它真的有点像是那种工厂流水线，有很多机器人的那种。你看，那个跑得好快。刚还看到一只修咕噜，修咕噜呢？这个啊，它这个就在我脚底下，我笑死。溜了。别走！软狗狗。在这个游戏里有8个不同玩法的小游戏，明信片能让你赛博旅游，弓箭射箭是塔防类型的城墙保卫战。不过我觉得最有意思的还是这个机器人维修，抓住光球，再那么往头上面一砸，就可以进入到游戏里面。在这个游戏里面呢，你需要根据提示来逐渐维修这个机器人。这里面还有好几个不同的抽屉，前面的就还好啊，但是这个抽屉就像是黑衣人里的柜子一样。哦，这个才是吧？哇哦，这小纸片人好可爱！救救我！它怎么塌了？我弄它了吗？毁掉了还行。小机器人就这么数了。哐！哦，门开了耶。这个不是那个《传送门2》里面那个小圆吗？当你找到需要维修的机器人之后，系统也会提示你维修的方法，非常的轻松简单，上手就能会。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维修成果。这不全碎了？Congratulations on your quota filling promotion, by the way. 他嘲讽我。除了 The Lab， 我还发现了一款游戏，就是这个。它是一个模拟飞行的游戏，它在尽可能降低上手门槛的同时，简化了很多操作。虽然对一些经常开战斗机的小伙伴来说，可能还差点意思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准备驾驶这一辆 F45A。在这里面飞战斗机，除了省油之外，它还尽可能简洁地还原了飞机里面不同的旋钮。你是真的需要一个一个的去点开这个旋钮，拨开这个开关。甚至在起飞之前，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，飞机上面也会有对应的警报提示，突出一个真实且容易上手。哪怕是第一次玩，也能有一种我能成为王牌飞行员的感觉。盖都没盖，我就想往前走。起落架没关，起落架是哪一个？这个游戏它还有一个很真实的地方，比如说我现在去做一些角度比较大的，就会黑视。你看，
视野就模糊了。这个加速度已经是非常高，然后基本上是垂直，看整个视野都黑掉了，哇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接下来我要做一个平时我开飞机都不敢做的一个操作。当然，要是你没有 PC， 现在只靠 Pico 本体，其实也能体验到非常多有意思的游戏。而且因为这一次 Pico 4 Ultra 把芯片升级到了第2代的骁龙 XR2， 所以游戏画面体验也比之前更好了。就比如说最近我很喜欢的这个最后的发条弓，在游戏里有不同的植物和果实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想办法把果实丢进对应的机器入口里。你可以通过制造机器人来模仿自己的动作，制造一条机器人流水线。不同的果子也会有不同的效果，有的会爆炸，有的会漂浮，甚至有的关卡还会要求你把不同的水果组合起来。这种需要通过录制不同动作来通关的游戏，我觉得是最契合 VR 这种设备的。这一次和 Pico 4 Ultra 一起推出的还有一个体感追踪器，它的单个重量只有38克左右，就完全没有什么负担。开机之后呢，把它绑在脚踝这里，只要站好，低头看一眼，就直接校准好了。戴上了以后，在一些运动游戏里面就会多出针对腿的动作捕捉，像这个多合一运动 VR， 除了可以射箭、打乒乓球，还可以踢足球、玩桌上冰球。唯一的问题就是戴上之后不能这样来玩了。这些都还是一些比较基础和简单的玩法，但是恰好你还比较喜欢折腾的话 ，Pico 4 Ultra 也支持你通过 APK 来实现一些神奇的操作。像有的大佬就自己整了个技能模拟器，甚至我还看到有人居然通过 UE VR 来实现在 VR 里面打黑神话，而且还能切换到第一人称，就离谱好吧？我来助你。不过如果这一次 Pico 只是升级了一下芯片，再支持个追踪器，那肯定不能叫 Ultra。这一次 Pico 4 Ultra 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 MR 混合现实。愤怒的小鸟应该大部分的小伙伴都玩过吧？在手机上它是这样的，而在 Pico 上它是这样的。如果你再关掉沉浸模式，它就会变成这样，直接在现实世界里面出现。不得不说啊，从2D 升维到3D 之后，整个游戏玩法都有了不少的变化。游戏不再局限于一个固定的方向，动一下位置，说不定就能找到一个更有利的角度。哎，你看我这个角度。其实 MR 和 VR 的区别就像前面展示的那样 ，VR 追求绝对的沉浸 ，MR 则是在现实的基础上面混合上虚拟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呢，就是正常的 VR 会显示的一个虚拟空间的画面。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这些窗口呢，它都是一个一个的这样小浮窗，它悬浮在这里，就无论我怎么走、怎么动、怎么晃头，它都还是在于这个位置，不会变的。但是呢，现在我只要点一下这个按键，它就变成我们的现实世界。然后再看这几个窗口，它还是在这个位置上，就哪怕我这样子走一走、动一动，它都是钉死在那里的，它就不会动。我还可以拉到天花板上，可以在天花板上面操作。为了实现这个效果 ，Pico 4 Ultra 用上了2颗更好的彩色透视摄像头，不但透传的画面比之前更清晰，而且画面扭曲的情况也改善了非常多。可以说，这一次 Pico 4 Ultra 的透传效果在目前绝对是第一梯队的，而且头显看手机、看显示器啥的都没有问题。也因为有了2个彩色透视摄像头，所以这次 Pico 4 Ultra 也可以直接拍摄空间视频，甚至哪怕你是用 iPhone 拍的空间视频，也不需要做什么转码处理，导进 Pico 里面就可以直接看到。除此之外 ，Pico 还在这里加了颗 iTop 摄像头，用来感知空间距离。在设置里面，你可以用这个房间标定来扫描你现实里的房间还有家具。等以后软件开发者们就可以直接调用扫描到的空间信息，来实现像遮挡或者是物理碰撞这种更加真实的交互效果。这次 Pico 还有一个让我很喜欢的地方，它可以安装手机 App， 像什么微信、飞书、网易云还有 B 站，在这个手机应用商城里面都可以直接下载到。你甚至还可以把 B 站拉到非常大的尺寸，可以从我工作室的地板直接顶到空调的出风口。大概是这样子的大小。那说到这里，也能看出来今年各家头显厂商是在逐渐把 VR 和 MR 结合在一起。我倒是觉得这种方向挺对的，毕竟只有和现实结合，在未来才有可能让大家更多的去使用它们。
其实我还是很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，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Pico 4 Ultra 这种 MR 设备。也许在现在看来 ，MR 似乎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，但说不定就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就能来到比这个视频更酷的世界。当然啦，如果各家厂商能够再努力，让我在有生之年体验到刀剑神域的世界，那就更好了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天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